马上就要春节放假了，对吧？有的人说我想出去旅游啊，有的人说我要回老家，带着鸟吧不方便，不带吧又担心回来之后这个鸟就不亲人了。那你说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有效互动啊。一只鸟，你每天跟它做多长时间的互动啊？怎么样做有效互动才能够维持住这种亲密度，才能够保证你长时间不在家的时候回来之后，这个鸟依然可以快速的跟你建立这种情感上的连接。这期视频我觉得其实挺有意义的啊，大家可以把它点赞收藏起来。那首先我们先说什么叫手养鸟。一只所谓的手养鸟呢，它必须得是就是从出壳之后至少嘛10多天到20天之间，对吧？一个半毛状态，你就把它掏窝出来，然后一口奶一口奶这样子把它喂大啊。然后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把它定义成手养，当然这个过程不一定是你完成的，也有可能是你的卖家去完成的，没关系。重点就是让这个鸟在从小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它要习惯人的触碰，习惯跟人的这个接触的过程，只有这样子它才具备了不怕人的前提，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每天跟你的鸟做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的有效互动，其实就可以了。很多人在这个有效互动这个词儿上面呢，实际上没有把握得很好。你总觉得说我把这个鸟从笼子里面放出来，它就应该亲人，逻辑并不是这样的。你想，你把这个鸟一天放出来5、6个小时，它在房子里面跟疯了似的，到处飞，到处跑啊，除了不到你跟前来，哪它都去。那时间长了之后，它不仅不亲人，反而会变得更野啊，因为它在外面的这个好奇心更强，它在外面可以玩的东西更多。所谓的有效互动是在它短暂的出来的这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你和它的所有的注意力都聚焦在对方的身上，你们在不断的做有趣的小游戏，你不断的在给他提供一些他喜欢吃的小零食，你不断的在用他熟悉的声音跟他进行交流，让他产生对你的情感上的依赖和连接啊。当这个有效互动结束了之后，你把它放回笼子，他可能很快的他就开始期待我明天出来跟你做这个有效互动的这个过程了。只有这样子不断的保持他的期待感，然后他才会跟你表现的越来越亲密啊。那如果说我们长时间出门回来之后呢，你的鸟前期的有效互动做得很好，你可以很快的用他熟悉的声音，用他喜欢的零食，用你们之间固定的这种游戏的方式去激发他的记忆啊，然后唤醒他曾经跟你在一块愉快的这些相处的过程，可能很快的就恢复了这个所谓的繁衍的这个过程了。但如果说你出门个2、3天回来，这个鸟马上就不认识你了，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跟它的所有的互动都没有产生这种固定的连接，这个鸟的有效互动做得不够，所以说它没有那种固定的意识，觉得说你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很期待的一个人，时间长了我忘记你也就忘记了，无所谓了啊。所以说今天我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概念啊，也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在跟鸟互动的过程当中呢，把有效2个字啊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只有这样子你们才能够得到一个持续的长久的亲人可爱的小鹦鹉。各位有概念了吗？